星穹铁道 2.0 四大 T0 辅助现状，谁才是百本答案？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年专注武教，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。先说软梅，作为太傅以来首位限定统血，还是不吃属性，不占双保，不受东防身属性影响的百搭泛用辅助。软梅的机制绝对可以用全能来形容，不仅能为队友提供常驻的全体增伤和刀儿的弱点击破效率，而且他的大招结界还能为全队提供刀队的特异穿透，在面对刀皇 BOSS 或在突破弱点环境中，能获得极大的成局收益。此外，软梅还有着隐藏的强势之处，即天赋提供的全队永久加速。虽然这10%的速度加成看上去并没有多夸张，但要知道，对于绝大多数平民玩家而言，即使把全部体力都砸到仪器本里，同刷1个多月也很难有10点左右的速度提升。而且星穹铁道里部分仪器还有极高的速度要求，同时一些特殊的玩法套路在速度方面也非常的精益求精。所以这10点的速度不仅降低了部分配对和仪器的使用要求，还大幅减少了我们玩家的作熬时间，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般的存在。再加上魔女宇宙里独一档的额外收益加清杂秘技，可以说软梅就是目前星穹铁道里最泛用、最简单也最省事节省的辅助。无论是追击体系、双吸体系还是斗罗体系，都能强势融入，完全不会被主系类型给限制玩法，万金油程度足以堪比得币万叶。在这2期的混沌回忆加虚透叙事使用率上，可以看到软梅以99%的成绩完成双登顶，就是最有含金量的证明。剩下1%不吃软饭吃干饭是吧？所以觉得这头软饭吃的超香的小伙伴，请投出你们的1吧。而现版本花火的时装也证明了，在 1.6 之后，即使推出了增伤数值超越软梅的全新同学角色，他们的增益能力也会受这种条件影响，难以适配部分配对体系，在范围性上略逊软梅一筹。所以你觉得软梅还能登顶多久呢？接着我们再讲一下当当时装的那条增伤之王花火。作为太傅以来第2位限定同学，花火可以说是星铁目前上线最高的辅助，不仅拥有波尔尼亚同样的单引拉条和爆伤加成，还能提供大额的再点回复以及全队增伤。不过很多小伙伴都会把花火和波尔尼亚进行比较，觉得这两机制类似，纸面上的增伤能力也相差不多，所以已经有波尔尼亚的玩家就没必要抽花火。但只要实战体验下来，才会发现花火作为 2.0 时代的限定辅助，在机制方面真的领先的板牙太多，不仅 buff 附带率相当于波尔尼亚的2倍，而且花火的秘技加大招组合在前2回合能直接提供刀队的7个战役点，其产生的价值之高根本无法用上来数值来衡量。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混沌回忆里第1面如果在1回合内打完，就会给第2面多留出1T 的冗余空间，大幅提高3星通盾的成功率。但也很多平民玩家的配置，想要快速解决第1面强加保队的回合数，就必须技能全交才能勉强达成。这样在进入第2面时，不仅爆发技能和爆技能都用得差不多了，还缺乏后续的战役点来快速补满能量。再想让全队重新启动，就很有可能要疲软整整1个多回合。像是遇到死亡这种机制段，一旦不能第一时间打出爆发击破他的第1血条，还会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发起梦起，导致节奏直接崩盘。反端花火不仅胎局有秘技提供的3个额外豆子，想怎么爆发就怎么爆发，而且他在进入第2面后还刚好能胎出大招，补充4个豆子来满足队伍的第2波启动，把一些原本会胎技能拖时间的机制段直接1波送走。这也是为什么花火明明增伤数值没有刀出波尔尼亚太多，却能把回合数大幅缩短的关键因素。简单来说就是一步领先，步步领先。除此之外，在刀人环境中，花火也能通过强大的阵点补充，让生存段释放更多的回复技能，大幅提高全队容错。不过花火在泛用性方面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短板的，除了没法让斗尔队吃到太多针以外，它的劲流刃这2位持有率较高的神点主系象性也比较一般。虽然能组成车速拉满的花压双拉体系，但相比此前带软梅配拉的传统斗柱，并没有带来太大提升。更别说低命发火在辅助挣脱队时存在的充能和buff负担率问题了。不过泛用性的缺失也代表着花火在专精领域有着更大的上限优势。先不说隐月希尔特拉拉这种一头大汤喝到饱的少年主系，即使强度一直饱受质疑的警员，在花火的辅助下也能轻松领替打软杀。这成绩的含金量有多高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眼端有人会说花火就是深渊竞速的最强驾驶员，那谁又是花火的最强驾驶员呢？当然是屏幕前又帅又强的你啦！所以已经把花火抱为家，成功驾驶多的小伙伴，请弹幕里投波1吧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曾经的太傅第1大辅波尔尼亚，作为昔日的深渊竞速大户，朴持无疑抵兔。压在星穹铁道太傅初期，风评城一度出现过2级反转。先是从太傅头2天的无敌拉条辅助，新手持特等奖，到后期开荒期的无形吃点机器0+0纯陷阱，对于波尔尼亚的强度和泛用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。直到认证的终极神点主系时装刃压体系一路杀穿深渊，波尔尼亚的风评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。紧接着就是劲流落地，波尔尼亚一举封神。在 1.4 到 1.6 初期的那几个版本，波尔尼亚也是唯一一个在使用率上可以和弗罗霍3的生存短抗衡的辅助。
只能说我要伟大，无需多言。但随着软梅的时装，布尔尼亚立马风光不再，不仅在全新的虚构叙事赛道上一败涂地，甚至混沌回忆里也输给了4星的停云。而花奥的时装更是给了丫丫一记重拳。虽然布尔尼亚凭借着板板拉条加解痛的特殊机制，以及和劲流阿任得天独厚的适配性，能保留着一定的优势城区，但在其他赛道上，布尔尼亚可以说是被花奥全方位替代，甚至不少小伙伴直接就把布尔尼亚的装备扒光，无缝换点了花火，甚至辅助的还是希尔。这剧情真的是男默女泪了。我真的会写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如果后续版本基于时装类似隐月希尔的少年主席，那么布尔尼亚的使用率还会进一步出现下滑趋势。最后，我们来讲一下平民第一辅助停云。虽然最近几个版本玩家讨论的热点都集中在3的5星辅助身上，但从深渊的长期表现来看，停云才是隐藏的崩铁斑岩辅助之王，已经连续好几个版本都在偷偷上分，并且实现了混沌虚斗双 T 0。它不仅有独一档的大招充电宝机制，在太阳阶段就能横扫充能压力，重铸主系农装，而且超刀的单体加东在如今主系自身上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含金量也在逐步提升。同时，停云也是最早适配风舞神教实现灵替自由的女人，而且相比风舞神教的新成员花火，停云天生自带的112基础速度以及战役提供的20%自压速，能让它更容易达标160甚至200点的毕业速度。超刀的行动频率配合回能行技和55装追，可以轻松实现刀屏充能拉条，直接带飞全队。此外，停云不仅在游戏里非常实用，甚至游戏外的官方手办全件才199，良心到这种程度，它真的我图死。所以希望停云能打赢复活赛，希望新剧情的小伙伴请举起你们的手吧。总结一下，目前信用铁道的4的 T 0同学辅助中，软梅是货真价实的泛用第一人，无论是刀男破盾陶特还是日常自动多瓦机，都是最为舒适的存在。而花火和布尔尼亚赛道接近，但相比板牙，花火不仅有更大的增伤上限和爆尔附带率，缠斗上的巨大优势同样难以忽略，这也让布尔尼亚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。至于平民战神停云，由于目前没有上位替代，且和风舞套路完美适配，目测会继续成为 T 0辅助中唯一的4星农装，但不排除老米会在后续版本推出5星大停云，或者类似德比胡桃肖东那样不吃大招或充能的主系，从而削弱停云的地位。所以你觉得谁才是最强辅助呢？为什么？感谢大家的3点多有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